一起来看精彩短剧是闪婚的关系呀。故事解说：为了摆脱家里安排的包办婚事，李念帝毅然决然从老家石川镇偷偷逃了出来。慌乱出逃的他，情急之下坐上了一辆陌生的黑出租。上车之后，他便不停催促司机，让对方赶紧开车前往市医院。让李念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辆黑出租的司机心怀不轨，车子行驶途中，司机突然露出猥琐的面目，试图对他动手动脚。突如其来的骚扰让李念帝瞬间慌了神，他立刻厉声呵斥对方，警告司机不要碰自己，态度强硬地表示对方再继续放肆，自己绝对不会客气。面对李念帝的警告，黑车司机丝毫没有收敛，反而愈发肆无忌惮，言语举止充满轻浮。就在李念帝陷入无助，即将被侵犯的危急时刻，一阵异样的状况突然出现，局势瞬间发生扭转，黑车司机的不良举动也被迫终止。与此同时，京市顶尖的掌权人物谭延洲收到了手下的工作汇报，手下告知谭延洲，老宅已经敲定了联姻人选，安排他与唐家小姐唐诗雨进行相亲，询问谭延洲的时间安排，方便后续对接。谭延洲语气平淡，只是吩咐手下自行安排相亲相关事宜，手下应声领命。另一边，侥幸摆脱黑车司机骚扰的李念帝依旧深陷危险之中，身心俱疲的他在陌生的环境里四处求助，不停向路过的人求救，哭诉有坏人想要抓捕自己。他迫切地想要借用路人的手机报警，因为自己的手机已经没电关机，无法联系外界，只能无助地向陌生人求助。周围路过的人大多冷眼旁观，不少人都误以为李念帝是故意装可怜，想要借机靠近身份尊贵的谭延洲。毕竟谭延洲在京市名声在外，向来不近女色，无数人费尽心思都难以接近，众人下意识觉得这又是一场刻意的搭讪戏码。谭延洲留意到了不停求助的李念帝，主动上前开口询问，想要知道欺负他的人究竟是谁。得到询问的李念帝立刻将自己的遭遇和盘托出，他告知谭延洲自己被人下药逼婚，万般无奈之下才逃了出来，而刚才骚扰自己的就是那名冒充出租车司机的坏人。就在这时，几名追赶李念帝的人匆匆赶到，他们当众颠倒黑白，谎称李念帝是自己的妻子，两人只是夫妻吵架，不需要外人多管闲事。这番说辞让现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，孤立无援的李念帝急忙出声反驳，极力否认对方的说法。可对方人多势众，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执意要将他强行带走。深陷困境的李念帝满心惶恐，大声警告对方打人是犯法的，可依旧无法阻止对方的举动。危急关头，谭延洲再次出手相助，成功拦下了众人，救下了孤立无援的李念帝。死里逃生的李念帝满心感激，不停向谭延洲道谢，直言他是一个好人。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扯，李念帝身心俱疲，口干舌燥，忍不住向谭延洲表示自己太过口渴。短暂平复情绪后，谭延洲主动询问了李念帝的姓名。李念帝犹豫片刻，内心十分忐忑，他担心自己的名字会像往常一样被人嘲笑，最终只简单告知对方自己姓李。谭延洲见状，温柔地称呼她为李小姐，同时主动自我介绍，告知李念帝自己名叫谭延洲。不仅如此，谭延洲还贴心告知李念帝，往后若是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寻求帮助。当晚，无处可去的李念帝与谭延洲意外共处一室。清醒过来的李念帝内心满是慌乱与懊悔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和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有了纠葛。深夜，李念帝接到了家人打来的电话，家人在电话里厉声质问他的下落，责怪他擅自逃走，质疑他是不是答应了其他男人的表白，更是直言辛苦送他去读大学，不是让他在外随便结交异性的。电话那头的施压让李念帝更加坚定了绝不回家、绝不接受包办婚姻的想法。次日一早，谭延洲的手下前来汇报工作，告知谭延洲，李念帝已经在清晨离开了酒店，昨晚骚扰李念帝的黑车司机也已经被妥善处理，已经送往警局处置。谭延洲听完汇报后，当即做出决定，吩咐手下推掉原本和唐家唐诗雨的相亲安排。手下见状十分诧异，忍不住私下揣测，自家向来清心寡欲的先生，莫非是对李念帝一见钟情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却也不敢多言，只能默默领命执行安排。逃离原生家庭束缚的李念帝独自留在京师求学。此时的他还未读完大一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只能依靠兼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。可暑假期间的京市兼职工作格外难找，李念帝一时间陷入了经济困境。就在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，李念帝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状况，他总是毫无征兆的莫名呕吐，平日里爱吃的东西也完全吃不下。结合自己此前的经历，李念帝心中生出了怀孕的猜测，他满心难以置信，无法接受仅仅一次意外就让自己面临这样的处境。就在他心绪不宁、纠结不安的时候，他收到了怀荣轩人力资源部的面试通知。工作人员告知李念帝，他已经顺利通过出面，
邀请他当天前往门店参加二面。这个消息让陷入困境的李念地看到了希望。李念地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在老家的馆子做杂工，一个月薪资仅有1200元，薪资微薄，难以支撑学业开支。而怀荣轩的迎宾兼职，月薪足足有8000元，不仅薪资丰厚，还有各类补贴和免费工作餐。为了顺利凑齐学费和生活费，李念地立刻答应面试，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份工作。抵达面试场地后，李念地内心十分忐忑，对自己能否顺利入职没有十足把握。很快，工作人员开始叫号，通知李念地前往 A104 房间参加二面。李念地整理好情绪，从容进入房间，礼貌地进行自我介绍。面试等候期间，旁边的几位面试者肆意议论，嘲讽李念地，不仅调侃他的名字俗气，吐槽他的父母太过重男轻女，还恶意揣测他的身材，言语低俗刻薄，句句充满恶意。面对旁人的恶意嘲讽，李念地没有过多恼怒，他心中暗自感慨，正如旁人所说，繁华的大都市包容性更强。这些人虽然言语调侃，却没有像老家的人一样肆意贬低，恶意羞辱自己，这让他稍稍放宽了心态。与此同时，怀荣轩顶楼的包厢内，谭延洲正与高先生、叶先生会面。工作人员贴心引路，全程恭敬接待谭延洲一行人。门店负责人对着所有新进员工开展岗前讲话，郑重叮嘱大家，入职怀荣轩后，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不仅仅代表自身形象，更关乎门店的整体口碑，必须严格规范言行举止。成功通过面试，顺利入职的李念地心中满是欢喜，终于解决了燃眉之急。可周围依旧有人对他充满偏见，暗自嘲讽他出身平凡，即便进入高端场所工作，也依旧是普通人，根本无法跻身权贵圈层，最终只会沦为有钱人的玩物。门店例会结束后，工作人员纷纷散去，李念地主动找到门店的王主管，想要请对方帮自己一个忙。王主管见状，立刻将李念地单独带到一旁询问详情。李念地鼓起勇气向王主管说明来意，希望对方能够带自己前往谭延洲的包厢，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当面告知谭延洲。王主管瞬间摸清了李念地的心思，表面上答应帮忙，实则借机拿捏，暗示李念地自己可以帮他牵线搭桥，安排轻松的工作，但李念地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王主管言语轻浮，举止越界，试图逼迫李念地妥协。不堪受辱的李念地当即言辞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。就在双方僵持之际，不远处的谭延洲听到了争执声，也认出了李念地的声音。王主管见谭延洲现身，瞬间换了一副嘴脸，恶人先告状，哭诉是李念地无理取闹。在场的众人也十分意外，没想到看似柔弱的李念地性格竟然如此刚烈，纷纷暗自诧异。谭延洲一眼便看穿了事情的真相，当场为李念地解围，制止了王主管的刁难。危机解除后，李念地满心感激，郑重向谭延洲道谢，随即鼓起勇气，将自己疑似怀孕的消息告知了谭延洲。得知消息的谭延洲没有丝毫慌乱，短暂确认情况后，直接向李念地提出了结婚的提议。这一举动让李念地彻底错愕，满心难以置信。随后，谭延洲向李念地坦诚了自己的处境。他告知李念地，家中长辈一直逼迫自己联姻，安排自己和毫无感情的唐家千金相亲。他本身十分抗拒这种没有感情的商业联姻，一直想要摆脱束缚。李念地听闻后十分意外，没想到条件优越、身居高位的谭延洲也会面临被逼婚的困扰。他忍不住冒昧询问了谭延洲的年龄，得知谭延洲31岁后，更是心生诧异，完全看不出对方的真实年纪。冷静下来的李念地十分理智，他清楚自己目前还是大一在校生，学业尚未完成，年纪尚轻，现在结婚为时过早，于是主动向谭延洲说出了自己的顾虑。谭延洲早已考虑周全，耐心向李念地分析利弊。他告知李念地，他私自逃婚，家里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会查到他的踪迹。一旦被找到，他依旧会被强行带回老家，被迫嫁给不喜欢的人，一辈子被困在无爱的婚姻里。但如果李念地和自己结婚，不仅没有人再能逼迫他，自己还会全程保护他，帮他摆平所有麻烦。除此之外，他会为李念地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，全力支持他的学业，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出国留学，都会鼎力相助，帮他彻底在京师站稳脚跟。而李念地只需要配合自己，应付家中长辈的催婚和联姻压力即可。与此同时，李念地的家人依旧在四处寻找他，家人的质问和逼迫萦绕在他心头。他清楚，只有彻底断绝老家的逼迫，自己才能安心完成学业。权衡利弊之后，李念地认为和谭延洲契约结婚是当下最好的选择，于是点头答应了这场婚事。敲定婚事之后，谭延洲当即提议立刻前往民政局领证。李念地十分惊讶，没想到进度如此之快，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犹豫片刻后，李念地向谭延洲提出了一个小请求，
他想要改掉自己原本的名字。李念帝坦言自己的原名，并且告知谭延州自己已经想好的新名字，以后就叫李静梅。谭延州欣然应允，当即表示会安排专人帮他办理改名的全部手续。为了让双方婚姻更加透明，没有隐患，谭延州主动安排体检，让李静梅查看自己的体检报告，证明自身健康状况。李静梅接过报告，满心感激，认真查看起来。可体检结果出来后，结果却和李静梅的猜测截然相反。报告显示她并没有怀孕。这个结果让李静梅又惊又尴尬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连日呕吐、食欲不振，并不是怀孕导致，而是近期饮食不当、肠胃反酸引发的身体不适。误会解开之后，谭延州并没有丝毫介意，反而温柔安抚李静梅，还主动告知她，若是她后续想要孩子，婚后两人可以正常备孕。李静梅连忙解释自己并非此意，内心满是窘迫。即便误会解除，两人依旧按照约定履行婚约。谭延州带着李静梅前往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。领证结束后，谭延州贴心考虑到李静梅还在上学，随身携带结婚证多有不便，主动提出帮她保管证件。除此之外，谭延州立刻安排下属曾阳前往李静梅的学校宿舍，帮她收拾全部行李，搬离宿舍。李静梅得知后十分疑惑，询问是否要搬去谭延州的家中居住。谭延州给予了肯定答复。谭延州耐心向李静梅解释，住在自己的私宅有专人保镖守护，安全性极高，能够彻底避开他老家的人，不会被家人找到。同时明确两人的婚姻模式属于契约婚姻，李静梅只需配合自己应付长辈，自己也会履行丈夫的基本义务，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。李静梅瞬间明白，这就是短剧里常见的协议婚姻，两人互不打扰，各司其职。她心中暗自感慨，自己这算是意外踏入了旁人眼中的权贵圈层。很快，谭延州的手下带着行李前来接应，准备护送李静梅前往私宅。李静梅看着一众工作人员，觉得房间狭小，人员过多，连忙表示自己可以独自收拾行李，无需麻烦众人。就在这时，李静梅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老家的唐诗雨和唐佳玉一行人打来的电话。对方在电话中怒火中烧，厉声质问李静梅逃婚的行为。唐诗雨不停控诉，细数唐佳玉多年来对李静梅的付出，直言唐佳玉处处为她着想，因为她落下腿疾，真心待她，可李静梅却狠心逃婚，忘恩负义。李静梅的父母也在电话里苦苦哀求，甚至以下跪相逼，哭诉家里生活艰难，无力供养弟弟读书，多年来靠着唐家的帮扶才能勉强度日，希望李静梅能够体谅家里难处，答应这门婚事，报答家人的养育之恩。家人轮番道德绑架，哭诉若是她执意不肯回家，整个家都会因此散掉。不仅如此，李静梅的朋友也打来电话，满心埋怨，吐槽自己正值期末考试的关键时期，还要分心操心她的事情，不停追问她的下落，让她尽快现身。面对源源不断的施压和纠缠，李静梅身心俱疲，满心无奈。为了避免更多麻烦，她匆匆挂断电话，跟着工作人员前往谭延州的私宅。电话那头的唐佳玉和唐诗雨并未就此放弃，两人不甘心就此罢休，暗中谋划，打算等到大学开学，直接去学校堵截李静梅，强行将她带回老家。与此同时，唐诗雨因为和谭延州的相亲计划彻底泡汤，满心不甘，立刻催促哥哥想方设法重新对接，接近谭延州，是必要拿下这门优质联姻。另一边，谭延州结束了繁杂的工作会议，散会后，下属向他报备，晚上8点有高先生和叶先生组的饭局，邀请他出席。谭延州思索片刻后，直接吩咐下属将饭局邀约推掉，优先处理家中和李静梅的相关事宜。抵达谭延州私人宅邸后，专属管家兰姨热情接待了李静梅，贴心告知她这是谭延州名下的私宅，以往谭延州很少在此居住，但婚后会常住此处。同时细心叮嘱李静梅，两人的契约婚姻暂时不宜对外公开，需要低调行事，避免引发过多关注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李静梅十分懂事，当即表态自己会严守秘密，绝不会对外宣扬，不会给谭延州带来任何困扰。随后，兰姨将准备好的全新电子产品谭延州的副卡悉数交给李静梅，方便她日常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兰姨还拿出了一份婚后协议，需要李静梅签字确认。协议中有诸多特殊条款，明确要求李静梅每日最少消费1万元，每月必须至少消费40万元。同时规定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夫妻2人每日需要共处相处，培养感情。看到这些特殊条款，李静梅满心惶恐，忍不住暗自担忧，怀疑对方是不是暗中算计自己，想要将自己卖掉。兰姨耐心解释，告知李静梅，丈夫的体面与荣耀，从来都体现在妻子的生活状态上。谭延州是希望她能够好好提升自己，精致生活。同时，兰姨告知李静梅，谭延州已经帮她辞去了怀荣轩的兼职工作，让她无需再为生计奔波，安心生活，专注学业即可。
面对严苛的婚后条款，李静梅内心忐忑不安，忍不住询问兰姨，协议中的夫妻相处条款是否需要自己和谭延洲履行亲密义务。就在他满心纠结之际，谭延洲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表示自己要去书房处理工作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夜晚，李静梅洗漱完毕后，犹豫再三，主动询问晚归的谭延洲是否要履行夫妻义务，气氛一时变得格外微妙。次日清晨，李静梅早早醒来，兰姨贴心告知，谭延洲一大早就前往健身房锻炼，还特意为她准备了精致的衣物。兰姨不停夸赞李静梅皮肤白皙，身材优越，鼓励她自信大方，坦然展现自己的优势，不必自卑怯懦。面对兰姨的暖心鼓励，李静梅心生暖意，真诚向对方道谢。随后，她向兰姨倾诉了自己的困扰，坦言自己从未有过大额消费经历，面对每日最低1万元的消费要求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花销。兰姨闻言，贴心为她规划消费方式，推荐她前往高端的 HSR 头疗会所做护理，这是众多豪门太太常去的场所，十分适合她。同时，主动提出安排专属女司机送她前往，李静梅欣然答应。抵达会所后，李静梅让保镖在门外等候，独自进入店内体验项目。店员礼貌询问她是否有提前预约，没有预约的李静梅直接出示了谭延洲的专属黑卡。店员看到全球限量的世纪黑卡后，瞬间态度大变，连忙恭敬地将他引往3楼贵宾室。这一幕恰好被同在会所的唐诗雨撞见。唐诗雨看到谭延洲的专属黑卡出现在陌生女人手中，内心满是震惊与疑惑。唐诗雨原本以为是谭延洲亲自前来，满心期待，发现是陌生女人后大失所望，同时心生嫉妒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一个默默无闻的陌生女人竟然能持有谭延洲的专属黑卡，甚至能住进谭延洲的私宅。唐诗雨立刻向身边的人打探，得知这名女子名叫李静梅，出身普通乡下，并非权贵世家。知晓真相后的唐诗雨内心愈发不甘，暗自吐槽谭延洲并非高不可攀，连普通乡下女孩都能攀附，自己却错失了联姻机会。他瞬间明白，谭延洲当初之所以果断推掉和自己的相亲，全然是因为李静梅的出现。强烈的嫉妒心作祟，唐诗雨立刻拨通哥哥的电话，要求哥哥彻查李静梅的底细，同时想方设法帮自己重新接近谭延洲，促成相亲，否则就不帮哥哥寻找李念地的下落。另一边，会所内还有一位夏小姐，仗着自己是老顾客，蛮横无理，想要抢占李静梅的贵宾包厢，甚至拿出1000元想要收买李静梅，让她主动让出房间。李静梅坦然收下转账，大方将包厢让给对方，全程不卑不亢，尽显从容。夏小姐见状，暗自嘲讽李静梅出身贫寒，小家子气，极易被小钱收买。夏小姐转头就向自己的男友吐槽，抱怨此事，还扬言自己即将攀附谭延洲，站稳金氏权贵圈层，届时要让看不起自己的人付出代价。她的男友为了哄她开心，当场豪气充值10万元会员卡，极力讨好她。做完护理后的李静梅看着到账的1000元意外收入，心生感念，想着谭延洲多次出手相助，自己一直没有机会道谢，便主动编辑消息询问谭延洲晚上是否有空，想要请他吃饭表达谢意。谭延洲的下属原本已经为他安排好了晚上7点的亚太金融投资闭门峰会晚宴，行程早已敲定。但谭延洲看到李静梅的邀约后，毫不犹豫直接吩咐下属推掉所有既定行程，腾出时间赴约。下属对此满心诧异，忍不住暗自感慨，如今的谭总愈发随性，频频推掉重要工作行程，不知情的人恐怕都会以为他已经结婚，需要每日归家陪伴家人。与此同时，迟迟找不到李念地的家人依旧没有放弃寻找，不停给李静梅打电话施压。面对家人无休止的纠缠和道德绑架，李静梅身心俱疲，满心无奈。谭延洲察觉到了李静梅的低落情绪，温柔开口安抚她，明确告知她，两人如今已是合法夫妻，有自己在身后庇护，他的家人即便找到他，也无法再逼迫他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。同时贴心叮嘱他，日后出门可以随身携带保镖，遇到任何麻烦随时给自己打电话。夜晚，两人共处一室，李静梅依旧心绪不宁，辗转难眠。谭延洲全程温柔包容，耐心陪伴，安抚她的不安。次日清晨，两人简单问候过后，谭延洲主动告知李静梅，让她空出周5之后的时间，自己打算带她前往国外，专门定制专属婚戒，正式赋予他妻子的专属仪式感。